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哦，有关这个 Python 程式语言基础与流程控制哦。那我们刚前面只是简单的讲这个程式语言基础，不过我们只讲变数的部分，我们只讲变数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流程控制的部分哦。好，那其实在程式语言里面讲到流程控制通常有三个流程控制，一个叫做循序结构，一个叫选择结构，一个叫循环结构哦。那基本上流程控制顾名思义就是这三件事情说什么叫做循序结构？循序结构呢，我们时常讲程式码它在执行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由左而右这个讲法有一点点不是很正确不过由上而下这一件事情是真的由上而下是真的那所以刚才提到说不正确是由左而右或是由右而左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这个要看你所在的环境有些地方它的读法是由左而右去读那像我们的习惯是由左读到右边那有些地方它可能从右边读到左边不过我们这边要讲的是这个编译器它在解读的时候跟人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呢我们这边不去提那个细节啦。总之呢，程式的叙述就是由上而下所谓由上而下就是它在执行的时候没有其他转折或是有发生任何的决策如果有决策的话，它就要跳了它就去做跳离的动作。好，如果都没有的话，它就属于循序结构。好，那第二个是选择结构什么是选择结构？选择结构就是它里面发生了决策那这个决策呢，通常如果说是在其他程式语言的话，我们一定会去介绍 if 然后呢，这个 if 判断式就是说它如果有决策有发生的话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它就去进行它的这个程式码区块里面的内容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否则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新的关键字出现了，就是说 if else 叫 else 就是说它决策完之后呢，它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呢是往这个他决策正确的方向走，一个是否定的这个决策方向它有两个不同的程式码区块下去做执行那再更复杂一点再更进阶一点这个有时候我们需要去进行多重决策就是 if else if 然后一个不够可能在更多的 else if 以此类推，直到上面这些东西全部都否定掉就会再遇到一个 else。好，那这个在 Python 里面呢，它写法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在其他程式语言里面写法是可能是 if else， 然后后面如果有连续判断式，就会直接出现一个 if。在我们 Python 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把 else if 合并成 elif， 它直接把它合并在一起就算是它在排版上面为了要让这个开发者看起来比较顺眼所以它就没有把 else if 拆开。在其他程式语言里面它是分开的可是在 Python 里面它是合在一起就是if else if 是 elif 就直接写在一起，然后再点点点。如果你还有新的就是再写一个 elif 直到全部把它否定掉，使用 else。OK， 好，那在多个决策里面因为这个我们写这个 if else if 如果多写了好几个的话，它通常在多重选择上面就不是那么好用，所以在其他程式语言里面呢，通常可能会有什么 cell case 或者使用 switch这个方式下去切换你想要的那一个这个决策的那个结果，它就直接跳过去。好，这件事情这个是开始认真写 Python 的人才发现说，怎么居然没有 cell case， 也没有 switch。好，这件事情呢，一直到我们 Python 3.7、3.8 之后应该是 3.8 之后，他们团队决定说，好，这个没有也很奇怪啦，因为它一开始是一个非常老的语言非常非常古老的语言，然后呢。它是因为我们到近期大概是2010年之后突然就是大家开始比较大量的去使用这个 Python。好，然后当时的 Python 是从 2.7 这个慢慢过滤到 3.6， 大家都还是停在 2.7。当时呢这个 3.6 其实已经有了，可是用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好，不过因为现在它使用的人变多了嘛，这个它又蓬勃发展，所以这个时候程式语言上面有没有的东西早期是可能是觉得是没有那个需要的，因为如果多一个这个开发者入门，他就必须要去多学一个可是在现在这个时期，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没有这个功能看起来有点奇怪，所以他就把它加上去只是他加的不是 cell case， 也不是加 switch， 他加什么东西？加 match。也就是说，当你的决策有跟某个条件有相 match 的时候，它就会进到那一段决策里面。好，所以呢，目前在 Python 的选择结构有 if 这个系列的跟 match。可以去做使用这个多重选择我们就不是 cell case 了也不是 switch 那我们在其他程式语言会比较熟悉使用那个系列可是在 Python 里面呢，它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它比较有特色，它用的是 match 你的条件如果有相符合，
哦，有相符合的话，那就会进到那一段程式码区段。好，那除了循序结构、选择结构之外，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绝对跑不掉的，就是循环结构。啊，什么叫循环结构？循环结构就是说，当你的某一个方法它需要反复进行，反复的去做某些任务的话，这个我们后面，因为我们是在讲这个人工智慧深度学习这个部分了，它这个循环结构基本上它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它一定会去做这件事情啊。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啊，基本上它就一次哦就结束掉了，就跑完了哈。这个效果到底好不好，或者它有没有成效，基本上看不出来。我们必须要反复的让它去做进行啊。这个时候你就会使用循环结构了。循环结构基本上有两个，一个是 for， 一个是 while 哈。那 for 的这个循环结构，一个 while 啊，主要差在什么样的地方？哦，它主要差在 for 的话，它是当你知道你的起点跟你的终点，你知道它要跑几次，它需要循环几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用 for 回圈哦，使用这个有限度的这个循环。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在当下立刻决定说它什么时候结束哦，就是说它没有所谓的这个确定的明确的结束范围哦的循环，这时候你可以使用 while。在 while 里面呢，那基本上你可以去决定它的这个什么时候去做结束哦，什么时候需要去做结束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码区段啊，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几样东西啊，程式码区段到底是什么？程式码区段指的是说，当我从这个程式码入口进来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区分这个入口的里面跟外面啊？程式码的里面跟外面，在其他程式语言里面啊，通常它会采用大括号啊，不一定啊，因为像有的它是使用这个 function end 啊，就是 function name， 然后呢，在它程式码区段里面就会有一个 end function。好，我们当看到 end function 我们就知道哦，它上面这一段方法哦，这一段方法就是它程式码区段。那在我们简报里面写的大括号，这个是应该是 C 家族的啦，然后 C 家族的这个程式码区段都是用大括号来去表示这一段程式码的范围。好，那如果是在 Python 里面呢，在 Python 里面它采用的方式呢是使用缩排，然后使用缩排。那其实在某些情况，因为当时这个 Python 的程式码其实没有不像我们现在这个预期会写到这么大量的这程式码因为如果说有非常大量的程式码的话，经过非常多的这个有程式码非常多的程式码区段，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缩排通常会很容易遭到一些这个可以预期的这个意外啦所谓的意外就是你的缩排的位置刚好不在正确的位置，它导致你的程式码没有办法说进行执行不过这个是当时 Python 在做程式设计的时候。应该说，在设计这一套程式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程式码区段就是用缩排因为他们认为说，早期使用缩排的话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好，那缩排到底是什么这个缩排讲来讲去，缩排基本上指的就是我们键盘上面那个 tab 键tab， 按下去的话就会进行缩排进缩排跟退缩排，通常进缩排就是按 tab 了退缩排的话就是 shift 的加 tab 就会去做缩排不过这边要去注意一下tab 键它是产生 tab 符号。tab 符号呢，跟 Python 所定义的缩排其实又是不一样。在 Python 官方里面，它所定义的缩排是只是你要用4个空白，4个空白键来去完成缩排这件事情。好，所以呢，又回到我们这个前一个单元曾经提到了，你要写这个程式码的话，通常要找一个好的程式码编辑器因为呢，这个好的程式码编辑器，它会去协助你、辅助你去做这件事情。例如说你在 Word 里面按了 Tab 键，基本上它是不会变成4个空白的因为tab 键就是 tab 就是缩排。好，如果说你是在程式码编辑器里面来去做这件事情当你按下 tab 它会自动帮你把 tab 转换成4个空白，它会在4个空白有4个空白跟没有4个空白之间用 tab 跟 shift tab 下去做切换，下去做使用好，这边要讲的是要知道什么是程式码区段，以及程式码区段它采用的是4个空白。在程式码编辑器里面呢，你可以使用 tab 下去操作这件事情。可是如果说你是在文字编辑器里面 ，tab 键就是 tab 键空白键就是空白键这两个是没有办法混用的那我印象中现在比较好的 Python 直译器它还是可以去接受 tab 这个符号。可是呢，还是要注意它不是标准它不是一个标准符号。如果说你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个辅助的功能失效它会导致你的程式码突然会发生一些意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结构选择结构呢，程式语言中的最基本的条件判断式就是在判断条件里面去做决策那我们这个 if 的这个条件式的结构，基本上就是 if 写完之后你必须在后面加上你的条件判断。那这个条件判断跟 if 中间，你可以发现它会有一个空白，因为总是它是2个不同的关键字你用空白键把它隔开好，
那这个条件判断下完之后呢，不要忘记了，它会有一个这个收关符号，它这里用的收关符号是冒号，用的是冒号。接下来我要怎么知道判断条件里面的叙述？它的假设我们是叙述这个叙述是 A 段，我们里面有一个 A1 跟 A2 嘛，它要怎么知道它这里面是它的这个程式码区段？在我们简报上面我们有放4个空白，4个绿色的空白这个缩排空白推进去，它就是缩排它这一段就是它的程式码区段，就是它的程式码区段。好，如果说在我们这个程式码行这个 if 这个判断条件如果不成立的话，接下来的程式码就是往行4走，它就不会进行2跟行3。什么时候进行2跟行3？就是当你的这个判断条件有符合的话，它就进入行2去完成它的叙述句 A1。接下来呢，再进到行3完成它的叙述句 A2。这边跑完之后，这边结束完之后，它才会再进到行4进行你的这个指令叙述 B。那如果一开始在行1刚才提到了，如果没有这个成立的话，不会进行2，也不会进行3，直接进行4。OK， 这是选择结构。好，那如果是 else 的话啦，这个就是说，当你提出的条件成立的话，它就是进行2、行3嘛。如果不成立的话，这个时候因为你有加 else， 它不是直接跳开在我们行4这个地方呢，有一个 else 也是一样，它必须要有一个收关符号冒号在上面好，如果你的条件不成立的话，跳过2，跳过3看行4，有行4就进行5、行6所以呢，当你的条件没有成立的话，它就进到我们这个条件不成立叙述句 B1 这边执行完之后，再进到我们的条件不成立叙述 B2 这里执行完之后，它就会离开我们整个条件判断式进到我们这个程式指令叙述 C 里面这个是 if else 的走法好，那如果是连续的条件的这个叙述的话，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 if else if， 然后最后呢全部否定掉，使用 else那这里的 else if 呢，它是合并成叫做 ELIF 下去做使用，所以它这里的处理方式也是一样在我们行1这个地方呢 if 呢条件判断式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 A 条件跟 B 条件或者是 C 条件只要在 A 条件里面不成立的话基本上它就直接跳行3看一下你的这个 else if 里面的这个条件这个第二个 B 条件有没有成立如果有成立的话就会进到行4条件 B 这个成立的叙述句当它完成之后呢，这里要注意当它完成之后会直接离开所有的判断式即使你后面还有 if else 例如说这个条件判断 C 条件判断 D 就跟它没有关系因为它其中有一个条件它已经完成它其中有一个条件完成了那如果你说条件 A 条件 B 条件 C 条件 D 都没有成立的话，如果你有设定 else 全部否定的话，那它就一定会进到我们的行6的条件皆不成立叙述句这边只要有任何其中的叙述句完成，它就会进到我们行7继续往下执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循环结构简单来讲它又是被称为叫做基础回圈那它是重复结构常用的一种回圈模式它比较简单的讲法，它是在有限的数量里面所谓的有限数量基本上我们在 Python 里面呢，通常我们会设定一个集合，一个资料集合。这资料集合它本身是属于一个容器形态所以这个时候它会用便利的方式把你这个容器里面的所有资料一项一项跑完，跑完之后呢基本上就结束了如果在跑的这个过程中，它会去做什么事情？它就会进行它在程式码区段里面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看一下for回圈的这个概念结构，就是这个for回圈它会有所谓的目前，什么叫目前资料？目前资料就是它在它在那个资料集合里面目前是在哪个位置？我们在前面有提过假设说我有一个清单放3样东西有这个 Apple、Banana 跟这个 Charlie 当它第一次跑的时候，它的目前资料就是那个 Apple 然后呢，它就可以在它的程式码区段上运用于目前资料的叙述句，它就可以把这个 Apple 拿出来用当它跑完之后呢，这个资料集合它还没有便利完成第二次它再跑一次进到目前资料Apple 跑完之后，接下来就是 Banana所以它就会去跑这个 Banana 的程式码区段，应该说它在这个程式码区段就可以把这个 Banana 拿来去做使用当它跑完的时候，它来看一下资料集合结束了没有？没有我们刚刚放3样东西 Apple、Banana 跟 Charlie 这时候呢，你的目前资料就会进到 Charlie 所以呢，这个运用的资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Charlie 拿来去做使用。那最后一个啦，这是我们这个循环结构，我们现在都是做很简单的复习如果说你对于我们现在目前讲的内容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其实你应该要去看一下 Python 程式设计的一些入门课程好，
那循环结构啊，这个坏回圈呢，它是一种含有判断式的条件哦，判断条件式的重复结构啊。当它满足条件判断情况下呢，这个坏回圈它就会永续的循环啊，就是说，当你的条件成立的话，它就会去走里面的这些内容。好，例如说我们在我们的行业哦，这个坏我们这个判断条件哦，它有可能去判断某些事情，这件事情呢，如果它的反应是 true 哦，或者说它结果为一。哦，就是数字一啊，如果为一的话，一就是 true 嘛，好，那它就会进到行2啊，去执行它的程式码，进到行3去执行它的程式码，好，它执行完之后呢，跟 if 是不一样的哦 ，if 它是当你程式执行完之后就跳行4了，可这个不是哦，因为它是一个循环，所以它会再跳回去行1去看一下目前的判断条件还成不成立，如果它依旧成立哦，依旧成立的话，继续走行2，继续走行3，行3走完再回去行1哦，因为它是有一个循环嘛，然后再回去看。目前的判断条件还成不成立？好，如果这个时候啊，因为某些因素啊，它这个条件已经不成立了，这时候呢，它就直接进到行4哦，就不会再进行2、行3了。行2跟行3呢，它是你的判断条件如果成立的话，它才会进去哦，它会进去。那如果不成立的话，就进到行4哦。这个单元呢，就先讲到这个地方。